从来没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，全程利用手动工具，在野外搭建出设施完备的世外桃源，不仅开垦菜园、垒砌池塘，还搭建木桥与户外厨房，甚至自己手搓水力发电机，成功实现用电自由。自从阿坤把大门和篱笆搭建好，原本荒芜的山沟彻底成为农家小院，但是两侧斜坡仍被杂草覆盖。趁着天气晴好，他抡起锄头开始清理斜坡杂草。小羊坤坤紧跟在阿坤脚边，时不时低头啃上一口，尽上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。从早上太阳出生忙到正午，阿坤终于将斜坡上的杂草清理干净，现在看起来整个小院变得整洁有序。能捕获一头野猪是阿坤的执念，虽然连续挖了多个陷阱都未奏效，但他依然每天坚持上山查看陷阱情况。第一个陷阱依然空空如也，连诱饵都未被动过。当来到第二个陷阱时，阿坤发现伪装的树叶有明显翻动痕迹，拨开上面伪装的树叶，底下果然有一只二师兄，看起来他好像有一点死了。阿坤赶紧野猪给扛了回去。回到家赶紧烧上一锅热水，给二师兄沐浴更衣，然后再将野猪化整为零。由于野外没有冰箱，只能将猪肉熏烤保存。首先用加入各种调料进行腌制。制作熏肉还需要搭建一个熏炉。阿坤来到门前空地清理出一块平整区域，而后搬来石块用粘土垒砌。就这规模，别说熏一头猪，再加一只羊也是绰绰有余。制作熏肉不能直接用明火，需要先把果木烧制成炭火。在等待期间，阿坤拿来竹篾将猪肉给串好，完事后就可以直接架在熏炉上。顶部再用芭蕉叶搭成顶棚，既能遮雨又可锁住烟熏香气。趁着熏炉内炭火依然旺盛，阿坤把预留的一串新鲜猪肉和猪血肠串好，直接架在熏炉上烤制，油脂滴落在炭火上，肉香裹挟着果木的芬芳在院中弥漫。不多时，烤肉便已两面金黄。从开工到现在已有1年时间，阿坤终于吃上了心心念念的野猪肉。次日一早，阿坤早早起床查看熏肉情况，掀开上面的芭蕉叶，熏肉色泽金黄，表皮微焦。阿坤忍不住撕下一些品尝。这么多的熏肉，阿坤一人根本吃不完，正好他种的部分蔬菜也到了收获的季节。于是阿坤决定将多余的熏肉和新鲜蔬菜一起拿到集市上卖掉。从深山到集市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小羊坤坤和狗子也被迫主动驮上一些蔬菜出发。由于阿坤的菜种得很好，熏肉卖相也极为诱人，很快就销售一空。为了扩大种植规模，阿坤又购买了更多菜苗和菜种。今天是他的25岁生日，没有华丽的庆祝，没有亲人的陪伴，只有小羊和狗子作伴。阿坤点燃生日蜡烛，从蛋糕就能看出他的愿望肯定是暴富。为了实现这个愿望，第二天阿坤便开始着手扩建菜园。他要沿着斜坡向下开垦出新的菜地，锄头被他挥得虎虎生风，泥土翻飞间，新地渐现规模。在开始种植之前，首先要撒入草木灰，以增加肥力并防止虫害。随后将菜苗一株株仔细栽入坑内，每一步都凝聚着对丰收的期盼。另一边的斜坡，阿坤则种上了红薯。多样化种植既能提升土地利用率，又能有效规避单一作物带来的风险。现在小院内的空地几乎都种上了作物，为了让菜地更加整齐美观，阿坤决定在中间铺设一条小路。他先将土地修理平整并夯实，而后拿来竹子固定在两侧，形成一道简易的挡土墙。中间再用竹子铺设形成路径，不仅实用，更给小院添了几分秩序之美。菜地也被划分得井井有条。忙完这些，阿坤的能量也消耗殆尽。回到屋内，首先煮上一锅热饭，然后把熏肉切片入锅翻炒，加入芥菜吸收油脂的香气。一锅腊肉炒芥菜很快出锅。阿坤夹起一块腊肉送入口中，油脂与炭火熏染的香气在舌尖弥漫开来，疲惫的身体瞬间被温暖和满足填满。